术前须知都看过了，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吗？没了。放轻松，别紧张。当妈妈都是最勇敢的。一会儿手术室的人会过来接她。如果现在还要大小便的话，就不要下床了。好。你有小便吗？不。妈，你还记得生？王琴的手术方案，你不说这台手术有你没他吗？怎么，心甘情愿做阶下囚了？什么叫阶下囚啊？我这是本着对患者负责的精神，对他的方案进行检查和指导。得了吧你就挑什么刺儿啊？白医生，我有必要提醒你，昨天的打赌。打赌是打赌，工作归工作。这台手术我不会让给你的。你俩不会是在打赌谁做手术吧？用不着，院有院规，一切安排听院长的。院长就是安排你给他做助手啊。听着，真的要给他做助手？不说话能憋死你啊！啊，不说。肖医生，白医生，如果你仍然想跟我说王琴的手术，我该解释的已经都解释过了。你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那就请你退出这台手术。很固执啊。彼此。我固执是因为我的专业能力，我的手术方案不会有任何问题。很可惜，你的方案有漏洞啊。我已经发到你邮箱，修改意见已经做了备注。还有，从你的手术方案来看，你很需要一个比你优秀的人来帮助你。
手术还不错。你这个助手也算称职。如果换作是我，那根血管不会断。出现意外很正常，但如何冷静地处理意外，才是对医生的考验。我的追求是没有意外。不要追求这些没意义的东西。那是因为你能力不够。萧燕那手术做得真漂亮啊！咱们医院应该多来几个这样的医生，人长得好看，车也骑得好。哈，我建议你啊，去眼科看看。怎么了？眼睛有问题。什么问题啊？只贪图美色啊！有一根血管破了，没看见啊？你这个人就是听不得我们夸别人好啊！哎，你自己怎么不开车啊？我累。白医生，需要送你吗？不必。他为什么这么问你？套近乎呗。套近乎？醒了，快，芊芊，你醒了。醒了。孩子呢？孩子好着呢，是个男孩。3斤4两。我想去看看。哎，孩子不足月，早产，医生呀，把他送到保温箱去了。哦，我们给他拍了几张照片让你看啊，不着急啊。你看看。比什么都好，我们都很开心。秦小山，没什么问题。老爷子，你恢复的非常好。是吗？对。太好了！哎呀，真的多谢你哟！要不是你，哎呀，我可能就完不成这个专著喽。那您完成著作是不是得送我一本啊？嗯，第一本就得给你。一言为定。一言为定。白医生啊，放心吧，有我呢。他要是不第一本就送给你呀，我就不给他做饭，饿着他。哦，对了，多亏你提醒我了。最近啊，可千万别让陈老吃太多了。知道，记着了。好，那陈老您休息，我回头再来看您。哎，忙你的去啊，你先去忙啊。好。真好啊！白医生真好。哎呦，又没水了，我给你打点水去啊。别急，让小妍来了气嘛，你老胳膊老腿干嘛？看看，又嫌弃我是不是啊？今天让你看看什么叫健步如飞。慢着点儿。等我啊。
26床。王晨，医生，医生，你救救他！站住，回避！救人呐！老爷子，你怎么办？老爷子，准备出产仪。没有活动了。现在已经满足了，肾上腺素也 OK，3分钟推一次。小吴，打开气道。你帮这个打电话，准备插管。好的。盐酸肾上腺素1毫丹，正常的力。白医生，已经抢救40分钟了。死亡时间13点50。陈老是我国语言学科的一位优秀专家，为我国语言学科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陈老去世，我们医院很遗憾。陈老离世后，我们马上启动了医疗事件调查程序。经过第三方机构的调查，白医生在心脏肿瘤切除手术、术后治疗和对老人的紧急处置中，诊断准确，用药精准，处理得当。白医生严格执行了各项规章制度、操作规程以及岗位职责。调查结果显示，陈老的去世与白医生并无直接关系。如果家属有什么要求，在不违背原则的情况下，我们医院会尽量满足。院长，我爷爷的死真的和白竹没有关系吗？先生，这是第三方机构的调查结果。如果陈先生有异议，可以申请复核。但根据我多年的行医经验，手术很成功，抢救也很及时，这点我没有异议，院长。但如果不是白医生非要给我爷爷做手术的话，或许就不会发生后来的意外了。我爷爷也就不会就这么没了。陈老的意外离世，你的心情我非常理解，但这种意外，谁都无法预料。您放心，我不是来找医院要钱的，我家不缺这个。那你，我就一个要求。我爷爷下葬那天，白医生去给我爷爷鞠3个躬，向我爷爷道歉。
请进。奶奶，院长，我想跟你说几句话。不是，你说你好歹也是个博士啊，连个病历都不会写。患者说夜里想尿，12点起夜一次，2点又起夜一次，折腾好几回就是尿不出来。你当你写评书呢？他就是这么说的啊。患者怎么说你就怎么写吗？啊，那你怎么不写？患者拉着医生的手说：“医生，我就是尿不出来，怎么办啊？”患者自述排尿困难，这叫排尿困难，懂不懂？徐医生，小陈念的是科研型博士，欠缺临床经验，这没什么大问题。小陈，没事啊，医生都这么过来的。但是你一定要记住，医嘱还有病历都是医院最具法律效力的文书记录，所以一定要简洁还有准确。谢谢您，肖医生。谢什么谢？去把急诊所有病人心电图给我做一遍。心电图我做过了。那就再去测一遍血糖。啊。陈志怎么了？徐然，你又欺负人？我欺负他，他欺负我，好不好？早晚被他气出心梗。肖医生，你听说了吗？白处出事了。他怎么了？他的一个患者在术后发生了意外去世了。本来人家患者家属觉得手术风险太大，想保守治疗，他硬是说服了人家。结果术后患者从床上掉下来，就发生了意外。桃花，你也说了是意外嘛？那白竹的手术还是很成功的呀。我就看不惯他不尊重患者、高高在上的样儿。你是他哥们，当然向着他说话了。哎，我是向着事实说话啊。院长，我家老伴儿啊突然去世，陈岩有点接受不了，他心里难受。因为他父母忙，从小都是我们带大的。小时候就喜欢和爷爷在院子里读书，读累了就在躺椅上睡着了，都是我的饭香味儿又把他们唤醒了。我家老陈呢，生前就说过，人生老病死都是命。他的命数到了，这件事情你们没有责任。对你一向盲目崇拜的郑雅洁都看不下去了。我知道，你们都认为我刚愎自用、不可理喻，认为院长他忍辱负重、委曲求全，对吧？难道不是吗？如果我去道了歉，就是在纵容患者家属的不合理要求，
是对我自己专业和医生身份的不尊重，是亵渎了医生这个职业。还好啊，陈老夫人比较明白事理。你总是有理。对啊，真理往往掌握在我手中。行行行，你掌握的都是真理，行了吧？多谢你哟！要不是你，哎呀，我可能就完不成这个专著喽。那您完成著作是不是得送我一本？嗯，第一本就得给你。一言为定。一言为定。奶奶，我们走吧。您让我去急诊，这么大事儿干什么呀？这是院里的决定，我只是通知你。院长，姜老师，我知道您为了我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了，您需要惩罚我来平息众怒，这个我可以理解，我也能接受，但也不用让我去急诊吧？急诊怎么了？急诊也是铜山医院的一份子，而且是很重要的一份子。急诊马上要成立 ESU 了，正缺人手。陆主任跟我要了好几回人了，一直没有合适的。你不是号称心外一把刀吗？到那儿最合适。那您还不如干脆让我去妇产科得了。混账话！一天到晚挑挑拣拣，讨价还价的，真拿医院当自己家了？反正急诊我接受不了。您瞪我也没用啊！您刚才也说了，我是咱心外的一把刀。那有多少患者是从我手底下起死回生的？我去了急诊，每天都遇到什么感冒、发烧、窜肚子、拉稀，我去那儿干嘛？够了！你看看你现在这一副目空一切的样子，我怎么会教出你这样的学生？哎，老师，您别生气，你有高血压。行了，要不然喝点水。你以为让你去急诊，是陈传周老先生的手术让我不高兴了，刻意要惩罚你？我告诉你，跟这一点关系都没有。那是为什么呀？是让你踏踏实实、认认真真学学怎么做一个真正的好医生。您是想让我去急诊练技术啊？那急诊那一套，按压、插管、除颤、气囊、肾上腺素，我哪个做不好啊？你以为技术好就是一个好医生？一个真正的好医生，不能只关注病情、关注技术，是要关注人、关注患者，能和患者心连着心。我认为一个好医生就是看到病情，治好病痛，就是对患者最大的理解和帮助了。等你在急诊干出名头来，再回来跟我争辩。我告诉你，白主，要么在急诊好好干，要么从铜山医院滚蛋走人，以后永远别再叫我老师了。
啊，您刚才说干出点名堂再回来找您。老师，你放心，我保证很快就会回来找您的。还有您，别生气了，身体第一位。那没事，我就先走了。我觉得江院长这么做也是为了磨练你。去急诊就去急诊嘛，你就可以当去修炼了。等过几天他气消了，就会发现心外根本离不开你，到时候求着你回来，你就可以继续你辉煌的职业生涯了。来我们急诊怎么了？地球离了谁不能转？心外没了你还不能救治病人啊？到时候你俩天天在一起，你可不能把我家白主带坏了。我把他带坏，他把我带坏好不好？你看他那样，天天把自己捯饬得人模狗样的，还动不动就手磨个咖啡，岁月静好，云卷云舒。那我就想问问你，不装能死啊你？能死？我们家白竹说了，能死。你俩真的是一对哈。院长，院长，这 EICU 刚成立，这经不起折腾啊。这什么话？你不是整天跑我这儿来，哭着闹着要人吗？我要的是人才啊，我要的不是搅屎。哎，这个怪才，它不利于我们的团队团结了。院长，你要是这样的话，我这业务坐好了，我告诉你，你是不了解白竹，他可是个好苗子。那好苗子到咱们急诊科不是浪费了吗？留给心外吧，心外需要人。那要么瑞士回来那个肖医生你也别要了，那个也是个怪才，但那个得要啊。为什么？要么都别要，要么都要了，你自己挑。院长，我跟您实话实说哈，我也不怕您笑话。我知道急诊科上上下下的人都议论我，是我这个人做事儿絮絮叨叨、婆婆妈妈，天天强调安全第一，给他们带来了不小的压力。但是我真的不允许我自己还有急诊科有任何的麻烦。这个白竹，全院上下都知道，他就是个大麻烦。您听我把话说完哈，我知道他是您的学生，您这么做都是为他好。坐。可是这于公于私，我惹不起这样的麻烦呢。对于我自己来讲，我现在虽然是急诊科的主任，但是前面不是还夹着代理2个字呢吗？我为了能让院里边能把这2个字去掉，我做事情是如履薄冰、小心谨慎的。那于公，院里边好不容易成立了 EICU， 这也是大家多年来的愿望。我在急诊科干了这么多年，亲眼看到太多的危重病人因为缺乏相关的设备和人员而失去了最佳的治疗时期。现在 EICU 成立了，弥补了这些缺点，给他们带来一些生的希望了，不是吗？院里也是出于这种考虑，才在你们急诊科设立 EICU 的嘛。是啊，但就这个院里面上上下下还是有很多人反对的。他们就觉得 EICU 和 ICU 是重复的投入，消耗了巨资，挤占了他们的经费，所以我才在全院大会上向您、向所有的医护人员下了军令状。这1年 EICU 但凡出现任何的问题，效果不佳的话，我们都得自己关门。我这1年也是卯足了劲儿，绝对不允许出现任何的岔子的。今天您非把白卓调到我急诊科来，我是怕我 hold 不住他，他真的会给急诊科带来大麻烦的。你说的这些我都能理解，但你要相信我，我把白竹调到你们急诊科，那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像白竹这样的好苗子，就需要好好磨练。你们 EICU 需要更大的发展，就需要这样的人才嘛。可是，别可是了，你就听我的吧。我敢给你打这个包票，没准过几个月，我把白竹从你们急诊科调走，你还不乐意呢。真的。院长，我请吧。
哎，还有呢，这是护士长江山，是咱们急诊科的大管家，做什么事儿特别认真负责。李仁，哎，主任8号病床的病人，你去看一眼。哎，好，这就去。王二良，白主，我知道你不想到急诊科来，但是我想跟你说，既然来了，就要在这儿好好工作。主任，你也应该知道，我来急诊只是院长的权宜之计，用不了多久我就会转回心外。所以眼下我们俩最好相安无事，谁也别招谁。啊，您别生气啊，你们 EICU 下午就要正式挂牌了，生气影响工作，可能还会影响您升官发财的大好前途，对吧？你这话什么意思啊？升官发财也属于正当追求啊，没什么不好意思说的。您成天把安全第一挂在嘴边，不就是担心出了岔子，影响自己转正吗？真是不可理喻。患者腹痛来的时候多次腹泻，血压偏低，体温39.1，做了血常规跟大肠常规，白细胞偏高，应该不是普通腹泻，会不会是食物中毒啊？大夫，不行了，那孩子的病怎么样了？我帮你检查一下。这个情况不大乐观。大夫，这什么病？这是这么多瘀斑，会不会是病毒性菌痢啊？大便常规正常，不像是重症菌痢的表现。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大夫，这病好治吗？放心吧，不难。哎，小朋友，头疼吗？头不疼，肚子疼。患者没有明显的呕吐、头疼，脖子没有抵抗，应该不是流脑。对呀，流脑不会引发腹泻的。到底是不是采了瘀斑上的血？做一个细菌图片不就清楚了吗？患者结果出来了，怎么样？就流脑。大夫，那您赶紧开治治吧。病人家属，流脑得转去传染科。这样，你们在这儿稍等一下，我去给你们联系一下啊。好。可流脑为什么会引发腹泻呢？它是流脑并发华府综合征，后者会引发肠黏膜出血，刺激肠道出现腹痛、腹泻。刚才我要是不在的话，你们可怎么办呀？哦，我刚想起来，可能肖医生是因为刚回国，有一些水土不服。我认为一个医生就算再厉害，也不能保证诊断的100%正确率。但如果一个科室的医生群策群力，就能将误诊率降到最低。肖医生说得好啊，这个就是集体的力量。啊，原来我刚才的表现叫群策群力，叫集体。好了，这样，大家赶紧把手上的活干完，一会儿除了值班的，都到门口去参加揭牌仪式，好吧？听说了，在海龟面前秀了一把高超的医术，爽吧？来个慢速。别憋着啊！肖医生，刚刚诊断出流脑的，要是你就好。患者可以得到最及时有效的救治是最重要的，不是吗？话是没错，可我就是瞧不惯白珠那副狂妄自大的样儿。你知道他为什么主动去给那个患者诊治吗？这是他的工作呀。这事儿跟你有关系。
ESU 的运行流程规范，我看了很不错，医务处今天就会印发给你们。活到老学到老，新书就要按新方法来。好，等文件下来了之后，我一定认真贯彻学习。我们把肖医生请过来，别以为光是给你们增加了一位优秀的急诊大夫。洛桑大学附属医院在急诊医学上独树一帜，而且肖医生有无国界救援的经历，你们要好好发挥他的作用。哎，等以后你还得多辛苦，给我们科里边出谋划策啊！想麻烦2位跟我来一下这边。主任，我觉得这里的交通设计的不合理。你想，如果车上是急症的患者呢，他们会有时间和耐心这样一圈绕下来吗？对于心源性猝死的患者或者是大出血的患者，这一圈绕下来，可能就是生死之隔了。主任，我觉得这里的交通设计的不合理。这是跟基建和保卫已经商量过好多次之后，最后决定把它重新恢复成单行线的。如果是咱们的话，可能会按照提示走单行线绕这一圈。一般的车辆跟普通的患者可能也会绕圈，但是你想，如果车上是急症的患者呢，他们会有时间和耐心这样一圈绕下来吗？对于心源性猝死的患者或者是大出血的患者，这一圈绕下来，可能就是生死之隔了。车上如果是急症的患者，包括咱们的救护车，从大门进来，一定想尽快的就到达急诊了。有道理，二罗，把这口子打开，我来跟他们打招呼。好的。还有其他地方不舒服吗？没有。他就是头磕着了。走路的时候不小心滑倒，磕马路牙子上了。头晕吗？不晕，就是疼。会有想吐的感觉吗？没有。没事啊，伤口不大，等会儿帮你包扎一下就好了。保险起见，还是去做个 CT。啊，好的。哦，好。医生，我这不会摔成脑震荡了吧？
不会的。你确定你现在没有头晕、恶心、想吐的迹象？没有。从 CT 来看，颅内没有明显的损伤，还有出血，就是外伤，过2天痊愈就好了。啊，谢谢。那我可以走了吗？医院里的味儿闻着难受。可以，明天记得来换药。哎，不行！我跟你说啊，必须住院。哎，医生，在哪儿交住院费？他不需要住院，他就是小伤，过2天就好了。那伤在头上能叫小伤？要是感染了怎么办？要是脑子里出血怎么办？你们不是有那个 EICU 吗？据说价格还不便宜。我们先住2天观察观察。就是啊，我们不在乎钱，一分价钱一分货的道理我们都懂的。我们这儿确实有 EICU， 至于收费也是按照物价局核定的价格来收的。哎呀，多少钱我们都给，都住。对，我刚刚也说了，患者这种情况呢，不需要住 EICU， 而且我们 EICU 里面都是重病患，对患者的恢复也不好。爸妈，EICU 是重病的人住的，我才不住。你懂什么？这头上的伤啊，马虎不得。医生不都检查过了吗？就是个小外伤。你就听你爸的吧，咱们住在医院，有啥情况呀都好办。哎，行了，多住点。就这么定了这个事儿。你去安排一间那个 EICU， 要单人间啊。我们 EICU 现在床位确实比较紧张。你就是这么服务的？实在是不好意思，EICU 是用来监护极危重症患者的，不是所有人都适合住 EICU。哎，好了好了，你叫肖燕是吧？我现在我就投诉你，区卫健委管不管得了你？市卫健委管不管得了你？我就不信了。主任，我投诉他。没事，我来处理。你别着急啊，这位家属哈。你是干什么的？我是这儿的主任，我叫陆平安。你来的正好。你们这名肖医生简直不把病人的安危放在心上，马马虎虎、敷衍了事，一风一德很有问题。我这正准备向市卫健委反映这个问题呢。哎，别着急，你们就是想让患者在 EICU 多观察2天，是这意思吗？啊，可以，这个事儿就交给我，我来安排，好吧？这孩子的健康最重要，是吧？哎，这边请啊，这就是我们的 EICU 啊。这个 ICU 你们都听说过哈？啊，知道啊。这个 EICU 呢和传统的 ICU 它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啊，ICU 基本上呢收治的都是一些从抢救室出来的，啊，需要很多器材维持的重症患者，啊，所以它一定是全封闭式的。那 EICU 呢，也就是急诊的 ICU，啊，它基本上收治的都是非手术类的重症患者。它就兼顾了这个急诊抢救室、重症监护科、急诊监护室的这么一个综合的作用，所以这个地方基本上是半开放式的。啊，看起来环境也不错，还行哈。哎，赶紧处理一下，小心窒息。爸妈，这个地方要住你们住，反正我不住。不好意思，医生啊。哎。好，医生，谢谢。哎，儿子。主任，内床的病人一天吐好几回，您是故意带他们去的吧？我觉得急诊科是人性暴露最彻底的地方，以后你就会发现，这儿什么样的人都会有，所以有的时候处理问题不一定非得硬碰硬，换个角度，迂回作战。您真是为咱们急诊操碎了心。你也知道 EICU 成立特别不容易，所以我想，别说什么岔子就好了。我多跟您学习。是。
我觉得有些患者他们等不起。小燕，你的意思我明白，但是这里不是战地医院，更不是战场。我认为，急诊科就是战场，每多一道程序，多耽误1分钟，就有可能会付出生命的代价。主任，我觉得要不我们先试试肖医生说的这个分流的方式，也可以在实际操作中发现问题，进行改善。哎，下次约球啊，拜拜。走啊，拜拜。走了，走了，走了，拜拜，拜拜。哎，等等我，等等我。下回我还要防你啊。拜拜。中篇不好了，血氧饱和度掉到68%了。去看看。哎，这么着急去看患者呀？就没考虑过医无吸入？哎呀，可怜啦，一个大学生，运动健将，眼瞅着就要被震废了。胸片显示没有气胸，右肺片状阴影。没有。右肺完全不工作了，准备气管镜。好。1克口香糖，这么简单的事儿，我们怎么就没想到呢？咱们就是把简单的事儿复杂化了。不对呀，唐画那丫头我了解啊，她一女汉子粗枝大叶的，这么精细的事儿，她怎么会想到呢？之前唐医生问过我患者的情况，不过我看他也搞不清楚事情的缘由。萧燕，啊，一定是萧燕找出了病因。完了完了，咱们被羞辱了，咱们被羞辱了。那个口香糖是什么牌子的？我管它什么牌子，不都一样吗？那你管是唐画还是萧燕呢？
血压和心跳都已经稳定了，等手术室安排好了就帮你进行手术。他要是觉得渴，拿棉签蘸点水擦一下嘴唇。肖医生，那个大学生出院了。哎，可惜了，他们再多躺几天就好。本来就是异物吸入，取出就没事了，不用留院的。不过瘾呢。他要是能在这儿，就提醒那些自大狂，这儿还刻着他们的耻辱呢。你这思想啊就有问题。肖医生，你怎么那么厉害，一下子就能判定他是异物吸入？如果你们有空去体育场的垃圾桶里看看有多少口香糖纸的话，你们也能知道。对呀，嚼着口香糖打个篮球，那多帅啊！这个白叔不是自称聪明绝顶吗？这回傻了吧？你们呀，如果只关注病情还有指标的话，肯定想象不到；如果试着关注患者本身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简单了。夏医生，还是你厉害。去哪儿去吧，就你会说。你整理完了之后，明天拿给我就可以了。啊，行，好的，主任。好，你去吧。哎，主任。哎，你怎么现在才走啊？你不是白班吗？有个患者刚下手术，我就耽误了。你怎么也没走啊？院里不是印发了香艳起草的规范流程吗？我学习了一下。主任，我今天帮着肖医生打了个圆场，我是好意，你没生气吧？什么话？我怎么能为这事生气呢？我有那么小心眼吗？再说了，院长一直在强调，活到老学到老。肖医生吧，说话是冲了点，可是我想着他是从国外回来的，那人情世故的表达方式跟我们是不太一样的。说实话，我今天真的没有因为肖燕当众顶了我几句嘴，我觉得脸上挂不住。他对这块有想法，而且又有国外的经验可以借鉴，我觉得是件好事情。我把他的流程规范仔细地看了一下，你别说，写的还真不错。哎呀，看完之后，我这心里面倒觉得有点别扭了。肖医生是院长聘的，我觉得他不一定会留得久的。哦，我不是因为这个别扭。他即便在这儿常待，凭他的眼光和能力，人家瞧不上咱们这儿的小位置。我是为我自己别扭呢。我这一想，到这院里面已经20多年了，现在在业务能力上，咱也没有什么大的前途可以奔了。我就想着，能把咱急诊还有 ERCU 管理好，顺顺利利的不出什么事儿，我心里面就踏实。有你这个有耐心又细心还有责任心的主任在，出不了什么事儿的。好了好了，这个，哎，这么晚了，要不咱们俩找个地方对付一顿吧？哎呀，不行，我家里我得赶紧回。哦，对对对，你们家保姆走了，哎，那你赶紧回去照顾仙云去吧。哎，你也别对付，喝口热的啊。好，好，好，我走了，哎，拜拜。好好好。哎，老白，吃烧烤去吧，有一家烤腰子不错。我不去。你要回去自己做饭吗？叫你那家小谁一起来不完了吗？我给他打电话。哎，你别给他打电话啊，跟你学坏了。怎么了？嫌烧烤俗啊？那吃西餐也行啊。就你那品味啊，中餐烧烤，西餐汉堡，你自己去吧。就你有品味，被人灭了一道不爽了吧？有什么呀？上次刘脑的事儿你不胜了一决，这次输了不过1比打平而已啊。你说什么呢？我听不懂。抓，接着抓。行了，你赶紧去吃吧，我走了。你信不信他肯定回家打游戏泄愤子？幼稚！我带去。作业写完了吗？不是，就是让你去急诊科嘛，至于吗？
只眼睛看到我难过了。行了，快去学习去。患者情况。 患者8岁，已经失去意识，血压70/40，患有尿毒症。医生，孩子一直在做透析。你们是患者家属？是我他爸。我是他姑姑。患者家属外面等一下。考虑是肾性脑病导致的昏迷，做个血常规还有生化吧。试颤，准备除颤。好的。 爸爸，姑姑，你们别担心，我没事。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可把爸爸吓坏了。我就知道，我们明明肯定没事的。等你好了啊，姑姑带你去游乐场啊。你说怎么样？患者情况恶化了。 要转去 EICU 做个透析，给他安排一个血透析。爸爸，我不想透析。小朋友，你的病要做透析才能好啊！而且爸爸之前说过，你之前做过透析，对不对？阿姨相信你可以勇敢的，好吗？医生阿姨，我不怕疼，做透析要花好多钱，住那个病房也要花好多钱。 我不想再让爸爸花。病人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了？哦，伤口愈合的还不错，徐医生已经减少了药量。一定要多留心他的这个体温啊，因为这段时间是属于术后的感染高发期。干嘛呀？去喝点水。 来，喝杯水。哎呀，这小白医生吧，这脾气是挺高傲的，可是你不得不说他本事也是有的呀。再说了，咱们 EICU 现在缺的不就是人才？他要肯留下来啊，肯定是你个好帮手。光有能力有什么用啊？人品不行，能力越强为他越大。你忘了他在心外干的那些事儿了？ 那不是因为年轻吗？电脑训好了可就是千里马，江院把他放在急诊，那也是相信你能够把他训好啊。你相信我能驯服他？我相信啊。你看，你在咱们科室跟院里申请的 EICU 做家属可探视的重症病房的试点，就很不错嘛。我也是借鉴了肖医生的经验。 他不是说过吗 ？EICU 是收治紧急重症患者的地方。患者有的时候求生的意志啊，会影响到他最后康复的效果。有了家属的陪伴，也能帮助我们更好的医治患者。为你的肯改变，愿吐苦点赞。谢谢江护士长的支持还有理解。
就你这286的脑袋，转速不够就别在急诊混了，赶紧申请去内分泌啥的，那儿没人跟你急，别在这儿跟我添乱了就。急诊干什么的？急诊就好比是高手对决，生死立判。你进了抢救室，面对的不是患者，是死神。你得在死神伸手前判断出他出手的方向，拦住他，救下患者。在这儿你要看得比鹰眼，跑得比狗快，最重要的是头脑冷静，思维敏捷。患者垂死，家属跳脚，谁慌你都不能慌。患者没抖，你先抖上了，别人怎么信任你？不，你烦不烦？还有完没完啊？这家伙刚主任查房就问他一句病情，就一前臂心梗，你直接回答不完了吗？我们陈博士愣是从病情分析出了7种可能性。这好，等你一一验证完，患者坟头草的半米高了。徐老师说的对，我是应该好好学习。有什么好学的呀？啊？看看你们陆主任的水平，还有徐医生。哦，对，还有那个肖医生，急诊对于有些人来说就是混日子的地方，混个10几20年，什么副主任医师、主任医师，没问题。呸！给我们一口。哎，你能不能注意点卫生，用你自己杯子喝？替我好好教育教育。白老师，您看我在哪些方面还是需要学习的？没有啊，非常完美。能把一个流行性的脑脊髓膜炎诊断成一个普通腹泻，那您以后水平和陆主任差不多啊。听我一句劝啊，别想太多，好好混日子，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你也别话不伤人死不休啊！现在你也急诊科的啊，别狠起来连自己都砍。现实就是这样啊，你要是觉得别人说话不好听，那只能说明一点，自己的能力不够。能力也是一点点成长起来的。行啊，这项我带的兵啊。徐老师，我去测血糖了。等等，以后有什么问题不要找我们，去找护士长。他是这个急诊见过病患的和经历过抢救最多的人。你还是个博士，理论不会有什么问题，就是缺乏一些实践。记住了啊，嘴甜一点，多叫计生姐，她什么都会教你的。白老师，谢谢您。难得啊，百年难得一遇，不想方设法讨人厌。你说你和人正常接触有这么可怕吗？不可怕，就是累啊，尤其跟你在一块儿更累。你以为我不累啊？我天天看你装，我都替你累。这组微泵整夜维持。好的。医生，没啥事儿吧？他的状况不是很好，能撑到现在已经很不容易了。是。我们当地的医生也说孩子能活到现在已经是个奇迹了。哎，医生，怎么还在这儿？不是让你缝针去吗？我们等老板来缴费呢，我们俩身上都没带钱。哦。医生，我还是感觉有点难受。难受啊？你怎么了？哪儿还疼吗？不疼，我就觉得，我也说不好，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有点不舒服。他肯定是被吓着了，没啥事。啊，那你这样，你先坐会儿，等会儿缝完针，看你有什么不舒服，你再跟我说。回去呢多休息，侧卧啊。怎么了？被车撞了。帮你检查一下吧，往后靠。现在什么感觉啊？我也说不好。车祸以后，短则几个小时，长则1周都是观察期。你有什么症状，你要说出来。谢谢你，医生，我也是。
他真没啥事儿，这磕碰碰的小伤在我们工地上见多了，这个医生都给看过了，估计是吓的。我再帮你做个检查吧。这个不用查了吧？他刚刚都查过了，这真没啥事儿。你又不是患者，你怎么能替患者做决定呢？但是这个事我知道，他出车祸的时候我就在一边儿，就那货车往后倒，没看着他，这刮了一下。你看这挺吓人的，没啥事儿，是不是老张？哎，等等，血是怎么回事啊？哎，这哪血？这肯定是嘴上的这个。再给患者验个血，安排 CT， 还有 MRI。好。现在不完全排除颅内出血的可能性。颅内出血？颅脑损伤引起的颅底骨折通常会伴有耳漏，耳漏的流出物有可能就是血性液体。医生，我其实没事儿，这可不好意思。你先别动。你恶心想吐吗？躺下，躺下。你躺好了，快！你干嘛去啊？还不快点交费？我这真没钱。你老板什么时候到啊？主任，患者是工伤车祸，他们领导已经在来的路上了。颅内出血的情况很有可能急转直下，必须立刻安排检查。开通绿色通道。多亏你在啊，也多亏半天没给他缝针，这要早就放回去了。没耽误病情就好。我听说因为门口动线的事儿，陆妈在院长那儿有点挂不住了。你也别多想啊 ，ESU 是新开设的，和各部门的磨合都需要时间，陆妈也不容易。我明白。我以前呢，总是会同时抢救好几个重伤员，紧张惯了，改不了缺人的毛病。刚车祸患者 CT 结果出来了，颅内大量出血，患者出现意识障碍，准备开颅。你要自己手术啊？来不及了。小燕，谢谢你救了我的病人。颅内压显示正常，血凝块已排出，准备闭合。怎么，替你排除了一个被你遗忘的潜在风险，就成你偶像了？怎么，听说了？这用听说吗？整个 ESU 第一次开通绿色通道，谁都知道。阴阳怪气的。不过说真的，小燕医者仁心。你这么给人戴高帽子，人知道吗？那个患者开始都检查完了，他又主动过来问了几句，才发现耳道内渗血。陪他来的那个工头开始拦着不让检查，后来都慌了。主任二话没说，开通了绿色通道。那也就是我没在，你在又怎么样？你在也不一定发现得了啊。萧燕算是让我明白，有时候所谓急诊啊，不一定是流着血带着伤推到你面前，要真的关心每一个病患，才会发现危重症。不吃了？听你说话恶心，吃不下。把你的格局打开点儿，承认别人好对你没坏处啊。肖医生，这是于明明的病历和配型资料，当地医院送过来的。哎呦，这个于明明也太可怜了，他那么乖，怎么能得这种病呢？那个于建国也挺惨的，明明妈妈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只剩他们父女俩相依为命。那个于建国呢，就靠在菜市场卖菜，好不容易把孩子养活大。谁能想到还能得这种病啊？于建国为了给孩子治病，把房子都卖了，真是祸不单行。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啊？我也是听说的。怎么，有问题吗？这于建国没有按时给明明做透析，也没有做肾脏移植的配型检查。不会吧？肾脏移植直系亲属之间配型成功的可能性才最大。病历上这么写。会不会病历有误呀？你想，于建国自己不做配型，
也不带明明来做透析，就在等别人生源，这也太奇怪了。他可能有自己的原因吧。来，再喝一口。不饱了，爸爸喝一口。这是姑姑专门给明明熬的，爸爸不喝啊。爸爸，以后不要让姑姑专门为我煮粥了。爸爸吃什么，我就吃什么。明明在治病，再说这个粥有营养，啊？爸爸照顾我也很累，也需要营养。明明听话啊。爸爸不喝，我就不喝。那好，明明喝这个，爸爸喝那个，好不好？来，慢点熬，别烫着。哎呀，一起喝。明明，医生阿姨找爸爸有事儿，你把粥喝了啊。我们呢翻看了明明的病历，发现明明暗示给他做透析。都怪我没本事啊！透析太贵了，而且一周要做3次。有的时候我看明明没那么难受，我就说，就少做1次半次的，没什么影响。怎么会影响不大呢？就这么跟你说吧，透析的次数不够，毒素没办法正常排出体外，它就会堆积在身体的各脏器里，对其他脏器造成损伤。那要是马上给他做移植手术，是不是就会好起来啊？已经来不及了。明明身体的多脏器已经造成了不可逆的损伤，他现在的身体做不了移植。来不及了？怎么可能呢？我们当地医生都说了，说只要给他找到合适的配型，他就能好起来啊。肖医生，我辛辛苦苦的攒钱，我到你们这儿来就是为了做移植手术，你怎么会说来不及呢？肖医生，你骗我的是吧？你就是骗我的。您早干嘛去了？当初是你自己不去做配型，现在已经晚了。我自己的事儿，不用你管。哎，什么人啊？怎么没喝呀？等你一起。啊，好，爸爸和你一起。爸爸。哎，医生阿姨跟你说什么了？医生阿姨说，让爸爸照顾好明明。怎么那么慢啊？能不能快点啊？我都头疼死了。大爷，您是哪儿不舒服？啊，姑娘，你说什么？您哪儿不舒服？哦，我有点发烧。您到对面量一下体温。不是，坐哪儿啊？坐那儿，耳朵不好使，以后就不要一个人出门。那儿就好。哦，好。护士，儿子肚子疼，您到那儿量一下血压就好。谢谢啊。你们这也太慢了吧？能不能快点？我都等半天了。阿姨，您先别着急。叫谁阿姨呢？叫谁阿姨呢？您看一下，这您谁是大姐？麻烦您，今天排队的人多，多等一会儿。我能等，我的病能等吗？要么就先给我开，要么谁都别想看。
怎么回事？白医生，这位大姐说她头疼的厉害，非要插队。哎，你是医生啊？快给我看，我头疼。可能是皮破裂。这么严重啊？白老师，结果出来了，的确是皮破裂，血红蛋白只剩6克。申请输血，马上送到 EICU， 联系肝胆外科让他们会诊。好。要我说呀，你真是运气好，要不是碰到白医生，你现在就凶多吉少了。谢谢你啊，白医生。你好好休息，已经通知你的家人，他们一会儿就到。白老师啊，你是怎么在一群人当中发现了那个患者呀？想知道？啊，可我没有兴趣教你啊。啊，回去把所有的教科书从头到尾看一遍，到时候你再来问我怎么在一群患者当中找到一个重病患者。好的，好的，我回去就把教科书找出来。